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达峰大哥大。那今天我们来到漂亮的阿里山。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台湾的一些种茶的地方。因为我们英国也有一个深厚喝茶的文化，但是我们喝茶的方式跟台湾完全不一样。而且因为英国气候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种茶，我们的茶基本上都是进口的，所以我们不太了解茶的来源。所以今天我们有这里的汪大哥，他们要介绍一下台湾种茶的一些特殊、一些特别的地方。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里的老板汪大哥，那他可以来介绍一下他这里的茶园。汪大哥，哎，你好，您好。所以这个是你的茶园？对，我是学习茶、销售茶、经营茶20年了。20年，想说做一点比较友善的农业管理。对，所以在阿里山这边，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叫当地的地名叫牛母营，就是一个当地的小名。然后这个地名人家比较不知道。那这个地方海拔很适合做这样友善的管理，我们就尽量不做惯性的施肥，或者是用药来让它的产量提升，就比较自然的方式。所以我们称这样的茶叶，我们都叫自然好茶，就是一个比较天然的方式来种茶叶。好的，那我很好奇，为什么阿里山这个地方很适合种茶？如果要谈这一点的话，就有一些事作性了。毕竟说茶叶是非常高的经济价值的作物。那这个因为我们的气候也在暖化，一样这个海拔其实它的年均温都偏低，云雾带也在减少，所以要做出高冷的乌龙茶，都会往海拔更高或是更接近中央山脉的地方种植。然后像这样的海拔1000多公尺，就很适合做我们传统的乌龙茶，就是发酵度重，然后再焙火，这样的香型比较明远，所以非常适合在这个海拔在种植这样。在平地可以种茶吗？以前100年前其实都是丘陵地，在台湾的北部。那高山茶其实是1950年代才开始种植。对，就推广小农小户的概念才开始在各高山的一些部落聚落开始种植茶叶。那么以前100年前，英国时代在台湾购买茶叶的时候都在台北。对。那像那个茶叶，像那个咖啡豆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对。茶叶也有吗？有，茶叶品种很多，可是我们统称叫乌龙种。但是绿茶跟乌龙有什么区别？绿茶通常是用乌龙这个品种来种的，来发酵来制作的品质会比较高。但是原本是同一个茶叶。对，但是在台湾是这样，可是在台湾的茶主现在中国就不是这样子。了解。就在台湾以前还是用乌龙茶做绿茶比较多。那做这种的工作很辛苦吗？比如说有天然那个灾害，什么台风地震最辛苦的就是没有产量。没有产量就没有经济效益。对，这是比较辛苦，很难以维持说怎么去友善工作。所以在这机会能够推广这种友善管理的自然好茶，让更多人知道喝茶其实要喝自然健康，那口感的追求也可以兼具。所以很适合做这样部分发酵的乌龙茶。了解。对。那你的茶叶会出口到其他的国家，还是在国内？有加拿大跟澳洲有卖一些。了解。那你在这里几年？你刚说20年。我做茶叶20年，但是这个茶园改到自然生态大概10个年头了。好厉害！将近10个年头。对，因为2013嘛，2023就10年。那你住在这里吗？还是在平地？我这边有很好的合作伙伴在帮忙。像石桌有位钟先生，就是我的伙伴，会帮忙我管理。了解。那你有空的时候会？对，等一下我们会到，我们还有一个三合院可以喝茶。好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也要回去他们的三合园，那我们可以喝到很新鲜的比较自然台湾的茶。是。那我们这里来到另外一个茶园，这个茶园跟另外一个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一样的？一样的。这里茶的品种也是一样吗？一样的。那这里有一些蜘蛛，那他们会
抓虫，因为这个虫虫会吃掉它的叶子，所以也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方式。补种一些新的，那新的话还是会被虫吃啊，但是也没办法了，就尽量让它。可能新种的时候，我们就弄些那个花生壳去掩盖杂草，不要太多，把它盖住了。对，那可能会弄一些有机肥，让它婴儿需要哺乳嘛。你现在婴儿放弃它，放任它的话，它也不一定会长大。所以婴儿上刚种下去的，我们可能会适度给一些有机肥。可是它长大之后，我们就不管它了。像这些叶子，它们有这些洞它们被吃掉，这个还可以用吗？我们茶是长新叶，它被咬了很多，它就不长了。它刚刚说楼下那边咬的比较少，它会有长新芽。这个还是会行光合作用，像这个光合作用就比较不会有了。当然新长的，它一定光合作用会比较好，比较新鲜的。对这样子就没办法做成茶了，因为它就纤维化了。那种很便宜的茶，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茶叶？便宜的茶基本上是种在比较丘陵地然后它一样是密集管理，要施肥，要撒药，对，然后用机器采收的方式了解，对，它才能够把成本降下来。这个都是人工会把它们摘下来，对，人工采，我们的人工采，像这个是春茶采过的痕迹，这个也是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你看楼下的有长，这边没长，也同一个时间，它这边会比较慢。但是下过雨之后呢，它就会长比较快，但是这边它就长得特别慢。了解。所以后面有这个漂亮的三合院。那我们刚听到王大哥就是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么种茶。那你听到这个后，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看天吃饭，有很多无法控制自然的因素比如说可能一些茶叶它们会自然就死掉，不会活下来，会有一些虫，还有那个因为天气的因素，各种的因素就会影响这个，而且这个环境比较看起来比较不容易控制，因为毕竟这里是山上，所以对就是感觉当一个农夫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好的，所以我们刚从茶园走回来的。那等一下我们要在这个很传统的三合院里面泡茶。我们这里有个专门泡茶的老师，那要教我们这个茶艺茶道。老师你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是米娅，然后我现在有在救国团教茶道艺术欣赏入门。那这个茶就是从你那边的茶园来的？是。对。这是乌龙茶。乌龙茶传统发酵。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可以。你泡茶的时候，它的水的温度要注意吗？要，因为像我们在看，我们泡茶者在看就叫做试茶。那试茶就是认识的试，认识茶叶。那我就会用100度的热水去做冲泡。如果它突然它的温度降下，它会影响它的味道吗？会。就是茶叶它会舒展不开来。对，它需要热水，它才能尽情的舒展。了解。这个水你会倒掉吗？不会。为什么有的人会？第一泡他们说这个不用。这很多传统老一辈他们就会叫做洗茶。就是把这个，他们就会觉得说茶的第一道是不干净。请喝茶。谢谢。调好就是可以，早上把它调好，它是可以整天都不用调了。你可以先介绍你自己。对，你好。我姓苏，叫苏兰晓，是小时候就在这边出生长大的。
有阿里山茶，就开始慢慢从事茶叶工作到现在。你的家人以前也做这种的工作吗？我妈她是刚种茶，去当兵，当兵回来茶已经长大了，茶长大之后回来就开始做茶，学做茶，慢慢做茶，就是这样。那后来你变成一个官军？那个是刚当兵退伍回来，民国78年退伍，民国80年就得这个特等奖的冠军，全嘉义县的冠军。然后当时也没有什么钱嘛，就办个流水席，想村里的跟亲戚一起喝茶，一起吃饭啊，就流水席庆祝一下。就到了民国87年的时候哈，想说已经6、7年没有比了哈，再出来比看看。从那个时候开始，又一直得奖。很麻烦的事情，很像不小心得奖的样子。我们想说要把一件事情做好，我们一辈子就要做好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那边有简体字，有简体字，有大陆的简体字。然后主办单位协会在台湾在做这一块，来给我庆祝一下，这个就是主办单位做的。所以这个也是很竞争啊，主要最竞争的地方就是这一支，这个是鹿谷农会。那个冻顶高级乌龙茶比赛，它是101年的时候的冠军。这个在嘉义这里，在鹿谷乡比赛。鹿谷在哪里？南投。当时有5700多个冠军。你可以公布你的秘诀的，还是一些关键的地方，还是这个是一个秘密？主要就是领悟力。没有什么秘密。因为每个人他的领悟力，就像有些学生很会读书，他也没有特别去补习，可是他的领悟力就很好，他就考试就考得很好，有些学生就一直补习，他到时候要考试就忘记了，考不好啊。对啊，对。好的，所以今天快结束了。那今天谢谢大家，让我更多了解台湾的茶叶，谢谢我们专门的茶老师也谢谢汪大哥，让我们去他的茶园多了解一下台湾种茶的地方，也谢谢台湾的茶王，也感谢大家。那你如果要多了解，我会把他们的连结 FB 还有他们的公司的那个连结放在这个影片的下面，所以如果要多了解一下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还是他们的 FB 给他们按赞或者看一下他们的产品。好的，所以谢谢你们下次见哦，拜拜。